如果你这2年有关注 HYROX 马拉松碳板鞋，还有 K-pop， 那你一定会发现 Puma 这个老人家莫名变得很强势。但是很奇怪，当品牌的声量到了最高，但财报又传出有压力，市场甚至还开始讨论亚洲资本的动向。今天莫名想来想跟你聊一聊，这究竟是品牌翻身，还是一场高风险的赌注？跑鞋市场的绝地反攻。过去10年，跑鞋市场基本上就是被 Nike、艾迪达甚至亚瑟士 New Balance 所瓜分。Puma 几乎被边缘化，甚至被说成过时的潮流。还好 ，Puma 他做对了一件事，他把他的重点压在碳板科技，价格比 Nike 低一阶，但是它的性能非常有竞争力。这件事情让 Puma 再重新回到跑圈，甚至被很多专业的跑者重新讨论。这边跟大家分享个 Puma 的冷知识 ：Puma 其实是世界上最早推出旋钮系统的运动品牌。由此可见，他们完全不缺科技基因，只是他们沉睡了有点久，甚至沉睡得太久。直到他们推出了氮气科技，就是 Nitro 推出来的跑鞋，甚至放在这几双热烈被讨论的跑鞋上，你可以发现穿的人越来越多，而且它的性能直逼一线，它的价格相对亲民许多，这就让 Puma 从街头穿搭重新回到专业赛道。第二个关键 ，HYROX 是 Puma 这几年非常关键的一步棋。你或许没有听过 HYROX， 但你应该有看过很多动态，很多人在那边跑来跑去，没穿衣服跳来跳去。没错，你可以想象成健身版的铁人3项，只不过它有8项。Puma 签下了 HYROX 的独家市场，所以它直接卡位了功能性训练市场。这里的消费者，他比起纯跑者，他更愿意消费去买他的装备，不管是跑鞋还是他的服饰，或者是不穿衣服。2、社群的扩散力。很多人发现有参加 HYROX 跟训练的人，他们很喜欢在他们的社群里面分享他们的训练动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训练非常的痛苦，而且很喜欢练这个运动的人，都会透过这样的分享证明他们自己比别人更厉害。多数练 HYROX 的人都不喜欢穿衣服。3、产品的场景化。Puma 有特别针对 HYROX 推出它的训练鞋跟竞赛鞋，这直接让它的专业等级往上再升一级。这也让消费者有发现Puma 真的有花心思在这个运动项目上。当你发现很多品牌去转往生活化，但 Puma 选择继续深耕高强度运动，这招只能说非常的高啊，逆流而行。如果看完这边你还是不知道什么是 HYROX， 你可以看看我之前有拍过这个影片，你就会知道。第3趴，时尚破圈的王牌，没错，就是找来 Blackpink 里面的 Rosé。Puma 找来 Rosé 当全球品牌大使。因为 Rosé 的加入，让大家可以对 Puma 整个印象直接升级到最高，也就是所谓的高级质感的打造。这件事情也让 Puma 间接的就摆脱了平价感。接下来就是 Speed Cat 的风潮，大家都应该有印象，之前很流行女生人脚一双的赛车鞋，被 Rosé 一上脚，马上就变成轻奢品的代言，成功的带起薄底赛车鞋的风气。女性市场的统治力，这对很多运动品牌来说是一个非常难攻的一个城池。但是 Puma 却靠着 Rosé 轻松的突破这一关。补充个冷知识 ，Puma 之前有一双鞋叫 Suit， 这双鞋原本是篮球鞋，因为 Hip Hop 潮流文化的关系，后来就变成了 Hip Hop 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这也就是说明了 Puma 一直都有这种把运动变文化的 DNA。第4段，那为什么它的声量直接上升，但是它的财报却传出有压力呢？这才是我们这次要探讨的故事核心。Puma 近年的营收虽然创下历史新高，而且整个业绩大红大紫，社群上都是它，但是很多人发现它的利润在萎缩，原因很现实。第一个，行销内卷，你要抢 Rosé， 抢 HYROX， 抢跑鞋里面的精英跑者，当然就是要花很多的钱去找他们来加持，这些都是真金白银，没有人在跟你那边讲感情。第二个，汇率的打击。Puma 的总部在德国，但它的大量生意却是在北美跟亚洲。汇率的波动下，吃掉了它非常多的利润。接下来就是库存去化，为了跟 Nike 跟艾迪达抢市占，生产过剩导致就是你必须要去清库存，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不只是 Puma 遇到这件事情，很多品牌都有遇到这样的状况。那这个相信也是运动品牌一定会历经的过程。综合以上来说，他们利用现在目前可见跟不可见的利润来换取他们未来的门票。所以你说这样的投资是不是很大胆？我觉得是。第5段，资本市场的绯闻，相信大家应该有看到之前的新闻，因为利润受压，所以有传出安踏有意去收购 Puma 的新闻。目前这件事情截稿至今还没有被证实，但是大家可以知道，其实安踏这几年的操作算是相当的成功。不管是收购旗下有始祖鸟 Salomon 的品牌，但也擅长将有技术但没有利润的品牌一路收拢。
重整他们的供应链，并放大他们的销售。但是必须再次澄清，这件事情目前还是绯闻，还没有获得官方的回报。这个绯闻会传出来，其实就证明了一件事情：大家公认 Puma 是有价值的资产，才会被安踏看上。只不过现在稍微辛苦了一点点。但是你说 Puma 到底需不需要被安踏救？这也是要回到他们自己内部的统整。来为大家简单的总结以上，我觉得 Puma 现在不是衰退，而是处于恶势阵痛的转型阶段。整体来说，他们这几年做对了3件事情。第一个，将科技回归。Nitro 科技的研发确实是有非常多的跑者跟运动员会非常喜欢。第二个，他们选择的场景非常精准，选择 HYROX 成为他们专项运动的投资，这也是非常正确的一个行销操作。文化输出，透过 Rosé 的加持，让很多年轻人觉得穿 Puma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。虽然这3件事情成功，但是风险还是存在。如果全球的消费力持续萎缩，Puma 高昂的行销成本肯定会反噬回来，最终就成为沉重的枷锁，将他们绑在椅子上。所以我想问大家，近年来的 Puma 的行销操作有没有打到你？你有去比 HYROX 吗？你有因为 Rosé 去买赛车鞋吗？甚至你有因为平价的碳板跑鞋去跑步吗？如果你有中的话，那我相信你对 Puma 的成长会非常有感。但是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来看看 Puma 后面会再出什么招。那最后再想问问各位，你觉得 Puma 下一双会红的鞋是什么鞋？那我是 Morris， 今天莫名小梁跟你们来聊聊 Puma 这件事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Puma 找来 Rosé 担任全球品牌大使，这边变讲成全家品牌大使。哦，全家就是你家哎。